本期话题：帝王犯错了怎么办？我们常说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但是呢，中国古代几千年间始终面临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，那就是平民百姓啊，哪怕是官员犯了错，那可以收拾。可是如果皇上犯错了，该怎么办？依照常识呢，错了就该批评，就应悔过，就该道歉，甚至处罚。但是皇上在中国古代太特殊了，皇上的权威有时候还需要保护，而皇上自个儿呢，从人的本性来讲呢，你说谁能愿意道歉，愿意认错，或者是心甘情愿接受处罚呢？那么中国古代皇上犯错了该怎么办？还真有一些特殊的办法。头一个办法呢，其实皇帝呢，他犯错首要的是要向大臣有个交代，然后才是天下百姓。而且他犯的有的错呢，说白了大臣知道，老百姓还不知道。所以皇上犯错了，第一个办法是什么呢？向大臣呢口头认错。中国有句老话叫君无戏言，自古以来皇帝的话呢就是王法。然而在历朝历代呢，也有一些皇帝犯了错误，不单是被臣子怼的没话讲，最后还得乖乖收回成命，向臣子道歉。当然这些皇帝呢，犯的基本上都是一些不会动摇国家根基的小错误。选择认错的方法呢也很简单直白，就是口头认错道歉。而这个拉下面子道歉的皇帝呢，他可一般不是窝囊废，而是历史上一些铁腕治国的强人。咱举个例子中晚唐时期的皇帝唐玄宗李忱。这个李忱呢，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熟悉，但其实他的能耐比他的祖宗李世民呢也不见得差多少。因为在晚唐时候呢，经过安史之乱呢，大唐的国力已经不行了。但是唐玄宗呢，为解决安史之乱遗留下的种种问题呢，可以说想尽了办法，而且确实也卓有成效。唐玄宗一生呢，可以说政绩卓著。当然了，这个唐玄宗治国是一副铁腕强人的派头。虽然每次跟大臣议事的时候呢，都和颜悦色的，谈工作的时候也没发过火，但每次谈罢工作跟大臣闲聊的时候，经常非常严肃，把大臣工作中存在的失误就给点出来，把有的大臣吓得面如土色。那么他自个儿犯错了，他怎么办呢？他也很明智。咱说件事这个唐玄宗的亲舅舅郑光，这个郑光呢，仗着自己是皇亲国戚，家里有田地庄园呢，不交税。正好呢，遇上了一位刚正不阿的京兆尹韦骜。说京兆尹干嘛呢？其实就是北京市市长首都的市长。这韦骜呢，一看呢，郑家竟然呢知法犯法，就把这个郑光这个庄园管事的人呢给收监了。这急坏了郑光了。这郑光左膀右臂，赶紧跑到他姐姐郑太后呢，就唐玄宗他妈呢，希望郑太后能向皇帝求情。结果这郑太后呢，觉得自个儿儿子很孝顺，就把这事儿跟唐玄宗说了，说让唐玄宗想想办法把人给放了。那你既然母亲开口了，又是为舅舅面子，唐玄宗就找来韦骜，就求情，结果被韦骜给堵回去了。韦骜说说郑光家的庄园，他那个管事犯的是偷税漏税的国法，难道因为他主人是皇上的舅舅就徇私枉法吗？当然这番话就把唐玄宗给堵得哑口无言，只能语带恳求的说，要不这样行吧，他有罪是有罪，你把这个那个管家捆起来打一顿，打完放了就算了。其实皇上和颜悦色，卑躬屈膝到这一步，照理说一般大臣都给面子，没想到这位韦骜大人呢，也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，直接就怼了一句，说皇上你要想从轻发落他，你要命令我，那君叫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你这样，你直接下个圣旨，就说要把他放了，那我奉旨就是了。你又要让我依法办事还要让我这个徇私情，这不行，这我可弄不了。这一下子把唐玄宗怼得没着没落的。结果经过一番思考这唐玄宗认识到自己这事做的不对，他很真诚的给韦骜道了歉我不对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他回去呢，跟自个儿妈跟郑太后说，你让我舅舅赶紧教卒吧，韦骜这个人我也制服不了
今天再不交，就不单是管事人受处罚，可能我舅都得被弄进去。所以唐玄宗这一番添油加醋啊，郑太后也吓得不行，赶紧让自个儿弟弟你得把那租子交了。所以你看，唐玄宗虽然受了臣子的窝囊气，却没有怪罪对方。所以这一点就看出他是个好皇帝。其实啊，他也是效仿老祖宗李世民。李世民当年呢，虚心的向魏征听取意见，而且魏征批评皇上呢也不讲情面。这唐太宗李世民也多次向魏征道歉。其实这一点呢非常重要，就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也是如此。就如果你呀，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，你犯了错，你要不向周围人道歉的话，那时间长了，你的下级就会认为你根本听不得不同意见，就根本不敢在你面前说一些不同意见。那时间长了，你就等于啥也不知道，就光听好话，听不着不好听的，那对你的事业那是非常不利的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我们现代人能想得明白，那些有作为的皇上也不傻，所以他肯于口头向臣子道歉，这是第一种皇上犯错了的一种办法。第二种办法呢，就不是小错误了，就是皇帝犯了大错了，国家遭受了大灾呀，政权处于动荡啊，这时候就有另一种常见的认错办法，发布罪己诏。罪己诏呢，是古代帝王自省或者检讨自己过失过错发布的一种口谕或者文书，它比口头认错更具备正规性和正式性。罪己诏呢，两个功能，一个呢是表达皇帝为了国家和人民愿意把事情办好的愿望，第二个呢，也是更主要的目的在于笼络人心，造成一个团结一心的局面，解决当时的统治危机。那么君王下罪己诏呢，一般也分为两种情况，一种是被形势所逼不得不下，第二种就是真实认识到自己错误，真心悔过。其实大部分罪己诏都是第一种情况，为形势所迫不得不下，但是也有呢真心悔过的。你比方说这个汉武帝晚年下的轮台罪己诏，就被认为是最有名的，也是最真情实意忏悔错误的一份罪己诏。汉武帝为什么下这个罪己诏呢？他那个时候西汉呢很强盛，但是到他晚年呢出现了统治危机，这种统治危机是他自个儿作出来的。就汉武帝到了晚年的时候呢，一心想要成仙，所以信了一些方式，信一些巫术对身边人总疑神疑鬼，还误信小人谗言，说有人呢要用巫蛊之术害他。所以呢，汉武帝发动了对巫蛊之术的清算，所以历史上管这个叫巫蛊之祸，有大量的政治上层人物被杀，动摇了国家根本，也被认为是西汉呢由盛转衰的那么一个点。当时呢，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呢，公孙敬升被人告发用巫蛊诅咒汉武帝，结果公孙贺父子呢下大狱，就连这个大将军韦清的长子长平侯也被诛杀。更重要是，当时汉武帝的接班人太子刘据也被人诬陷，结果刘据不甘心束手被擒，起兵反抗失败之后自杀身亡。皇后卫子夫呢，也上吊自杀了。结果痛失爱妻爱子的汉武帝这时候如梦初醒，痛悔不已，开始呢把害太子这些人呢都给打入死牢。可这样一来呀，这个朝廷上就乱了，今个死人明个死人，人人自危，大伙过的是噤若寒蝉。虽然是汉武帝的家事，这巫蛊之祸，但是呢，君王的家事就是国家大事，一旦要出事，必然波及众生，血流成河，国家动荡不安。所以汉武帝这个时候确实后悔了，觉得自个儿这事做的不对，所以他深刻反思了自己所作所为呢，亲自写了罪己诏，昭告天下，表明自己的悔意，也说自个儿说朕继位以来所谓狂悖，使天下愁苦不可追回所以向全天下人公示自己的罪状，推翻了以前自己一直奉行的一些个政策呀、口谕并且下令呢停止苛捐杂税，让老百姓呢得以休养生息。所以中国历代帝王里，像汉武帝这么诚恳向天下百姓认错的皇帝不多，所以这一点呢还是赢得了当时老百姓的民心的。那么在中国古代整个专制时代众多帝王的罪己诏当中，汉武帝应该说这个罪己诏是我们认为最真诚的。但是还有一个罪己诏很滑稽，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份罪己诏，
就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呢，这个袁世凯当大总统，接着他冒天下之大不韪想复辟帝制，当起洪宪皇帝，结果激起了当时全国各阶层的愤怒，说历史怎么能开倒车呢？怎么又出现皇帝了呢？结果这个时候在民愤之下，登基短短83天后的袁世凯迫于各方压力，宣布取消帝制，恢复中华民国，并下了一纸罪己诏。罪己诏里边呢，他也用了帝王常用的一句话，就万方有罪在于一人呐，就我呀真诚的忏悔。但这时候可以说忏悔已经晚了。所以袁世凯呢，在这个各方愤怒讨伐之下呢，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他退位之后77天病死了。所以这份罪己诏呢，也成了最荒唐最尴尬的忏悔。那么在中国历史长河当中啊，从汉文帝第一次发布罪己诏到袁世凯最后一次发布罪己诏，总共有89位皇帝下过260多份罪己诏，跨度长达2085年，这形成中华帝王独有的罪己文化。所以我们说这罪己诏啊，往往是这个皇上啊为了安抚民心不得不下的。因为一到罪己诏他这么正式，等让老百姓都知道皇上有错，这个对皇上的权威肯定是个动摇。所以一般皇上不到万不得已他不这么干。所以像汉武帝那种因为失去了亲情而真心悔过的确确实实也不多。那么前面咱们说了2种皇上犯错的惩戒方法，还有一种呢，说这个犯小错你口头道歉，犯大错罪己诏，那这错误不大不小，光口头道歉呢还不足以挽回损失，这时候怎么办呢？就有些特殊的惩戒方法。但比较常见，你看以前说三国的时候咱说过，曹孟德讨伐张绣的时候，规定士兵啊不能够祸害老百姓田地，结果他的马受惊了，马踏青苗，这个按规定呢就得斩首，但是曹孟德是3军统帅，不能死，割发代首。因为在古人眼里看来，头发呀代表父精母血，也跟自个儿手机差不多，所以曹操割一绺头发挂到旗杆上就割发代首，这也是一种惩罚方式。还有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呢，这是发生在清朝。因为大清皇帝入关之后啊，修自己的陵寝的时候啊，面临这个问题，就缺乏一些大料，短时间之内想征集这些好料啊挺费劲，就把眼光盯到大明皇帝陵上了。所以经常冲13陵这些大明皇帝陵给拆了，把里边好料拿出来修自己的陵墓。所以这种情况下呢，有些大臣就不满意了。其实从这个皇太极开始到入关之后，这些你像顺治啊，像这个康熙啊、雍正啊都干过这事儿。到乾隆的时候呢，变本加厉了，拆这个明陵来修建自己的这个包括皇宫还包括墓都用得上。这个时候一些汉臣意见就很大，包括像刘墉纪晓岚呢。刘墉就对乾隆说大清律里面有一条，偷坟掘墓斩立决，您是大清皇帝，你怎么公然违背这律法呢？何况你这么干，岂不寒了天下汉人的心？乾隆一想，可也是自己这事做的不对但事情已经做了，怎么办呢？你说你要把我朕给杀了，那这国家谁治理呢？这时候刘墉给他出个主意，他让乾隆下江南，并且让乾隆呢在衣服里面穿件肚兜，这个肚兜呢把这个肚兜里的棉布绳子改成银链子，这样一来呢，就暗含皇帝披枷带锁发配江南，以此赎罪。乾隆一琢磨，这办法不赖，保全了面子，也算给朝中汉臣一个交代。所以乾隆呢就听从了刘墉的计策，把肚兜的布条改成银链子，就这么去江南了。后来这种银链肚兜传入民间，还成了古代一个时尚内衣。所以你看，这就是今天我给大家讲的3种帝王犯错之后认错受罚的方式。其实坦白来说每个人一生都会犯错，你认个错也没什么了不得的。尤其是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，你无论是你的这个政策还是法规，都有可能犯主观主义错误，容易呢出现一些问题。那这时候你向全国老百姓道个歉认个错，没什么了不得的，也不会损害自己的形象，反而呢一味的塑造伟大光荣正确，把自己推向神坛，制造个人崇拜。这一点我认为在现代文明社会里是完全不必要的。
所以说有的时候最高统治者的道歉往往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。今天呢，咱们来说说中国古代皇帝的寿命问题。有人对中国古代所有皇帝做过统计，有明确资料记载的呢，生卒年份的呢，有209个皇帝，是有生卒年份记载的。这些人呢，在当时可以说是享受到最先进的医疗技术，饮食方面也是由顶级厨师进行烹饪。就算拥有这样条件的皇帝，能活过80岁的，在这209人当中也就4位，而不足20岁就驾崩的就有31个人。这皇帝平均寿命算下来也就是39岁。比不少朝代就民间老百姓生活在困苦生活老百姓的平均年龄还要低。就这么来看呢，皇帝这个职业看似光鲜亮丽，其实是个高危人群。大臣呢磕头的时候高呼万岁，这万岁两个字在今天看来是相当讽刺。那为什么古代皇帝短命鬼多呢？今天就给大伙分析分析这个事儿。首先导致皇帝命短的原因之一就是工作压力大，过劳死。自古以来呢，你享受什么样权利就得履行什么样义务，这谁都无法避免，连皇上也不例外。你身为一国之主每天呢大臣们上的这个奏折堆得跟小山一样高，皇帝就得亲自去看，而朝堂上的事情国政都得需要皇上打理。你拿秦始皇为例，咱们都只记得他是千古一帝，你没想到这名号后边是多少个日夜辛劳付出。他每天阅读奏折都是以斤来计算的。为什么论斤呢？当时奏折是竹简，那时候纸还没有诞生。这种竹简呢，咱这么说吧，秦始皇一天至少要看120斤的竹简，就一个成捆的竹简1斤，秦始皇一天要看120个这个竹简呈上来的奏折，这可不是个小数目。你看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，当然他批阅奏折那时候没秦始皇重了，有纸了嘛，但是一天也足足有200来份奏折。你把这200来份看下来，你肯定都得头多大，何况你还得做出自己判断，你还得批示呢。这工作搁现在来讲就太烧脑了。你再看清朝最著名的工作狂雍正皇帝，关于他说他一辈子批奏折13年批奏折写的字有1000万字。你说这个数字你听听，你说他能不累死吗？你现在很多穿越剧里边写说雍正一会儿和这个马尔泰若曦谈恋爱，一会儿又与晴川纠缠不清，一会儿又甄嬛怎么地，这太不负责任。别说压根就没这些人，即使有，雍正皇帝也没工夫跟这些人扯淡，他还得批奏折呢。所以雍正一年365天就歇2天，一天是大年初一，一天是他过生日，他得干363天，你算算能不过劳死吗？这除了辛苦批阅奏折呢，有些负责任的皇帝还习惯凡事亲力亲为，一个人干所有人的活，久而久之就积劳成疾。这其中有这么一位，就是《资治通鉴》的最后一个主角，谁呢？周世宗柴荣。他在位就5年半，却干了别的皇帝30年都不一定干完的事，结果39岁就累死了。这个周世宗刚上台的时候豪情万丈，没有什么打仗经验，居然要率部队御驾亲征，大臣都反对，结果他一意孤行，真御驾亲征，还就赢了。就周世宗柴荣这个人呢，非常聪明，学什么像什么。你看他在枪林弹雨当中都如此不要命，那平时工作你更能想象他是什么样的拼命三郎了。而后周的大小政事都由周世宗自己来决定，文武百官只能听令照办。他先后5次领兵出征，每次都亲力亲为，战斗在第一线。他聪明到什么程度呢？有一次柴荣率军打算从水路进攻南唐，但有段河道没法疏通，将领就禀报说河道一旦被决通了，河水就得倒灌，也没法安全施工。柴荣就亲自跑到河道边研究琢磨，结果几天之后传下手谕，这手谕里边有详细的施工方法，工匠按照这个来实行呢，果然安全疏通河道，大军得以出征。你说他是个水利专家。柴荣除了亲自出征呢，还礼贤下士，即使普通老百姓职位低下的人上书，他也亲自确认，不拘一格提拔人才。当时有个叫赵守威的，本来是一个屌丝村民，就稍微读过点书，就是因为徒步上书直接找柴荣，被柴荣接见，直接就当官，这让很多大臣都目瞪口呆。那么柴荣呢，嫌士兵不够勇猛，都是老弱病残，所以找了一帮土匪强盗，
一帮亡命徒，然后他亲自挨个面试，凡是身手敏捷的就免罪，还让他们成为自己的亲兵。他去修筑宫殿的现场监工呢，发现农民工吃饭吃不饱，连餐具都没有，这回来他就把负责人给斩了。就这具体事都管，他甚至连弼马温的工作也管。他专门下诏书，说把那些已经生病老弱的马匹送到牧场，让他们颐养天年。你看这事他都管。所以在位短短5年半时间里，他真干了太多的事儿了：清吏治、选人才均定田赋、整顿禁军、限制佛教、奖励农耕、恢复漕运、兴修水利修订刑律立法、考证雅乐、纠正科举弊端搜求艺术、雕刻古籍、大兴文教等等等等。这做的很多事儿都是超越了前人，是犯得上非凡之举。所以史书记载的政事无大小皆亲决，百官受成于上而已就什么事他都自个儿干，文武百官就是你听命就行了。所以人无论精力多么旺盛，你毕竟是肉体凡胎，经不起年复一年日夜操劳。所以柴荣死的时候才39岁。所以这一类的皇帝为什么是短命鬼？过劳死。接下来呢，咱们得说皇帝短命第二个原因，那就吃仙丹中毒死了。就有很多皇帝相信吃仙丹可以长生不老，最后中毒。咱们得实事求是说，在中国古代皇室为了保证血统纯正，相当一部分人呢会采用近亲结婚的方式延续家族力量。现在咱们都知道，近亲结婚生下的孩子呢会有很多身体缺陷和遗传疾病，可是当时的人不知道，所以面对疾病和死亡呢，往往会用迷信的方式寻找答案。一些皇帝呢为了增加寿命甚至长生不老，迷信于仙丹。在各朝皇帝当中对仙丹最为迷恋的得属唐朝的皇帝。你比方说唐宪宗李纯、唐穆宗李恒、唐武宗李炎、唐宣宗李忱，都是因为服仙丹早早把命给丢了。但是唐朝皇帝这方面前车之鉴呢，也没有被后来的皇帝吸取。明朝的嘉靖皇帝朱厚熜那是最喜欢吃这个仙丹的。这嘉靖皇帝从小体弱多病，为了长生不老，他迷恋上道教，20年不上朝，整天琢磨炼丹。结果就因为这炼丹呢，他差点被宫女给杀了。他有一天他睡觉睡一半的时候呢，进来10多个宫女。这些宫女你看一个个娇滴滴，下手挺狠，拿个大绳子把绳套套到嘉靖皇帝脖子上，然后俩按胳膊，这俩按腿，这俩捂被子，这俩捂他嘴，干嘛？要把皇上勒死。可这些宫女没有杀人经验，你勒人那个绳子你得套的活扣，这才能越来越紧。结果这些宫女给系个死扣，把皇上勒得直叫唤，跟杀猪似的，没勒死。这功夫呢，手底下人进来了，把宫女给打倒了，把皇上给救了。有人说这宫女是吃了雄心吞了豹胆了，怎么敢杀皇上呢？这都是仙丹惹的祸。前面咱说了，嘉靖皇帝好炼丹，也不知道哪个老道给他出的主意，说炼丹有2样药最管用，什么呢？一个叫秋实，一个叫红铅。什么秋实呢？就是用童男的尿熬炼成像盐一样的结晶体，这叫秋实。红铅是什么呢？这更狠，用处女的月经血熬出来的。这嘉靖就信以为真了，就从这些还是处女的宫女身上采月经血，用量也挺大。怎么办呢？他听老道的，给宫女吃药，干嘛呢？提前这些宫女的月经期，而且让他们多出血。你说这宫女得多遭罪最后一看算了吧，与其这个让他一点点弄死我，不如我把他弄死。于是就上演了宫女杀皇帝的精彩一幕。但是这嘉靖没被勒死呢，他也没从这当中汲取什么教训，他炼丹都走火入魔了。所以后来呢，嘉靖皇帝长期服用丹药，这个不管是红铅丹还是秋实丹，它都不是人体纯粹的排泄物，它是里边还加上诸如金石铅这些金属，所以服用之后呢，对人身体毒害很大。嘉靖皇帝长期服用丹药，慢性中毒，结果最后一命呜呼。他虽然没死在宫女手里，却死于由宫女精血炼制的丹药上，这也算是报应。所以除了过劳死、吃仙丹中毒以外呢，导致皇帝短命的原因之3呢，就沉迷女色、纵欲过度。历史上因此而死的皇帝不在少数，少说得有几十个人。因为率土之滨，皆都是王臣，你天底下女人都算是皇帝的，所以这皇上他要是喜欢女色呀，那是管够的。你看明武宗朱厚照就有名的正德皇帝，就是中国古代帝王当中玩弄女色最有花样的皇帝。
明武宗这纵情声色呀，达到无以复加的巅峰。他是有爱无泪，也有性无泪，只要是美女，只要令他心动，你管你少妇、幼女、孕妇、妓女，他都想要，都想尝尝什么滋味，来满足自己无穷的好奇心和淫欲。这个明武宗呢，大兴土木，翻修宫殿，建了2座多层的宫殿，2厢设有密室，叫豹房。这豹房里边就有2只金钱豹，其实养了更多的众多美女。这明武宗大展雄风，夜以继日在这里花天酒地，纵情淫乐。这还有那几个专门擅长奉迎的官吏，见这个明武宗对宫中女人玩腻了，就给他搜罗12个色目。色目什么意思呢？就眼睛带颜色的，就是现在中亚呀、哈萨克斯坦呢、西亚、伊朗一带女子进献给皇帝。你看这地方女子能歌善舞啊，而且异域风情啊，明武宗见了特别喜欢啊，觉得特有味道，特有魅力。但就是12个太少了，他要多多益善，所以呢，就下旨把朝中大官家里所有的色目女子都招进豹房，供他淫乐。那么说朱厚照这精神头能跟上吗？不是说他身体好，他是仗着壮阳药的威力。朱厚照外巡时候有2样东西不能少，一个是后宫嫔妃，一个是壮阳药。女人不离教，性药不离身，走哪儿到哪儿。那么明武宗众多历史谚文当中啊，咱大伙可能最熟悉的是正德帝下江南戏李凤姐，但那是编的，真事呢，这得说他跟太原妓女刘美人之间那一段。明武宗是怎么认识太原妓女刘美人的呢？这不得不说这个皇帝的另类爱好，微服私访。他这微服私访啊，可不像说康熙微服私访，他这微服私访出去啊，其实不干都是正事儿，基本都是到民间呢去猎艳去了。在1518年呢，第4次微服私访出巡的明武宗来到太原，他到太原呢也没有什么政绩与训诫值得留到清史上。他到太原干嘛？其实就是吃喝玩乐，轻描淡写的过问地方事务之后呢，他就原形毕露了，和以往一样的广索美女。在众多美艳的歌妓当中呢，明武宗找到了他一生当中最宠幸的女人，这就是呢当地的岳户刘良的女儿，也是晋王府乐工杨腾的老婆刘美人。他就把这个色技双绝的这刘美人留在自个儿身边，日夜不离左右。这明武宗喜欢到什么程度呢？有一年呢，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发动叛乱，其实当时王阳明已经把局势控制住了，把宁王叛乱呢给摁住了，但是一意孤行，不听群臣组谏明武宗，非要亲自出征，过瘾，过打仗的瘾。出征前呢，率军先行的明武宗跟刘美人相约，说我随后接你到军中随行。这刘美人就拔下头簪呢，作为使者的信物。不巧呢，这枚头簪在卢沟桥丢了，不见信物呢，刘美人对迎接他的使者耍起脾气了，不去。于是明武宗呢，丢下南征大军不顾，昼夜兼程，乘小船回去，亲自迎接刘美人。那么从南京返回北京的途中呢，这朱厚照留恋水乡秀丽景色，一路上捕鱼设宴，雅兴十足，走走停停。结果呢，在这个清江乐极生悲，他撒网捕鱼的时候呢，跌到水里了，虽然没淹死呢，却惊吓生了病了。这时候已经被色欲掏空身子的这个明武宗有点经受不住了。在祷告天地的时候呢，一口血喷出来，吐在社稷坛上了。最终呢，明武宗呢没来得及给刘美人留下任何名分与封号，就病死在他的豹房当中。后来这刘美人也不知所踪了，就历史上也没有记载这刘美人的下场到底是什么样。所以明武宗呢就活了31岁，可以用嬉戏无度4个字概括他一生。偏爱美色到这种程度，那这荒唐皇帝之名也算是名副其实了。所以我们看皇帝这个职业呢，看似光鲜，其实问题多多。还是那句话，享受什么样的权利，就得履行什么样义务。如果你权利不受约束，你想干什么干什么，这不见得是什么好事。因为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往往你就会由着自己的性子来，而人不约束自己的欲望，早晚是会出问题的。所以你从皇帝身上也能看到，我们现在有的人觉得春风得意，不受约束，我想干什么干什么，其实这往往是你作死的开始。人治外交不顶用。在2018年的12月初，大家都知道一个新闻，
华为的 CFO 孟晚舟在过境温哥华机场的时候呢，被加拿大警方给拘押了。几天以后呢，几名加拿大公民呢，因为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，在中国境内呢被依法审查。随后呢，孟晚舟呢得以保释。这个就让我想起了中国古代的质子外交。什么是质子外交呢？其实就是人质外交。在古代呢，质子外交是重要的外交策略。皇帝啊、王公贵胄啊，把自个儿的子女、妻子等亲近亲属送到外国，然后在战略上呢形成外交妥协。这个在《史记》里边呢有很多这样的记载，影视剧里呢我们也经常看到。你像《芈月传》里边，芈月就是秦国送到燕国的质子。这一外交政策沿用了2000多年，一直到清末呀，甚至到民国都还有。那么所谓的这种人质外交，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？其实我告诉大家，人质外交并不顶用，它只是一时的缓兵之计。你看在中国史书里面呢，记载最早的质子外交是发生在春秋战国时候。这个事儿得从哪儿说起呢？烽火戏诸侯那位周幽王。其实我们跟大家说，这个烽火戏诸侯啊是个扯淡的事儿，它并不是历史真实。因为你想啊，在烽火台上放上狼烟，周幽王和爱妃褒姒站在这个烽火台上，很快诸侯就来了。你想想，放出狼烟来，诸侯离的距离在中国古代怎么可能那么快就来了呢？所以烽火戏的并不是诸侯，很可能就是周边那些卫戍部队，就是近距离短时间能赶到的。所以烽火戏诸侯呢，明显是把这事儿给夸大了，弄得有点邪乎。但尽管如此呢，这个周幽王啊宠爱妃子褒姒这个事儿呢，在历史上确实是实有其事的。当时周幽王呢就想要立自己跟褒姒生的儿子为太子，就要废了王后申后和他的儿子太子宜臼。那么宜臼被废了之后不甘心，就跑到自己姥爷家，就是周王朝下属的诸侯国申国。这个申侯一看自己外孙子被废了，女儿也被废了，气得受不了了，就联合曾国和犬戎，这犬戎其实就是少数民族地区，进攻周幽王。结果周幽王和新太子呢被这个犬戎给杀了。后来其他诸侯又赶来，又把犬戎打跑了。在这种情况下呢，申国、曾国、韦国、晋国、郑国这些诸侯拥立废太子宜臼为王，就是历史上的周平王。周平王呢怕这个犬戎呢离得太近了，打回来再报复，就决定把都城从今天的陕西西安迁到河南洛阳。当时呢就等于叫东迁洛邑。东迁之后的周朝呢，历史上就称为东周。东周开始这一年呢，就是春秋时期的开端。那么当了周平王的这个宜臼啊，日子并不好过。对外呢，时刻害怕犬戎报复；对内呢，其他王公大臣呢还拥立了他叔叔为王，历史上叫周协王。二王并立，你想这周平王的危机感得多强？所以为了巩固自己王位呢，周平王呢非常倚重支持他登基的几位诸侯王。逐渐的呢，郑国的郑武公、郑庄公这爷俩保持朝政大权，常常借王命大肆扩张，使郑国呢成了春秋初期的一个强国。你看咱们看《古文观止》里边郑伯克段于鄢等等故事，就春秋一开始的时候，郑国是绝对的强国。那权力大的人就开始膨胀，郑庄公就开始不把周平王放在眼里，想上朝就上，不想上朝就不去。周平王呢心里不满，那嘴上不敢说，他就暗中要扶持自己的一个下属叫季父，想呢用这个季父的实力呢来分化郑庄公在朝中的权力，来达到权力平衡。这个事儿郑庄公知道之后呢，快马加鞭赶到朝中，当面就质问周平王有没有这事儿。周平王吓得赶紧保证绝无此事，没这事儿。郑庄公不依不饶，说为了安抚郑庄公呢，周平王没办法，出了个下策，说把我的二儿子王子姬胡，因为周王朝的姓是女字边搁个陈字的姬，他二儿子叫姬胡，说我把这个送到你郑国当人质。这时候东周其他大臣呢纷纷反对，说哪有大王把自己儿子放在大臣家中当人质的，有损威严，这不行。可是呢你不这么干呢，这郑庄公太横了，你又惹不起。有聪明的大臣一拍脑袋想出个办法，说咱互换人质吧。周平王呢，你把二儿子姬胡送到老郑家，郑庄公呢，你也把你儿子呢放到都城来，名义上呢就说互相学习去。
这么郑庄公呢，把儿子郑夫送到都城洛邑，这段在中国历史上称为周郑交质，就周朝跟郑国互相之间交换人质。由此可见呢，这周平王啊，这天子是徒有虚名，实际上还要看诸侯的脸色。那么说这个质子外交这个手段奏效了吗？没有，他只不过给双方争取了一段时期的和平。周平王去世的时候呢，他的长子啊比他死的还早呢，于是不得不把在郑国做人质的二儿子姬胡接回来登基。照说这姬胡也是运气太差，他在回朝这一路上啊哀伤过度，刚回来就病死了。这只能由周平王的孙子姬林继位，这就历史上的周桓王。这小伙子年轻气盛，刚一登基呢，就受不了这气，解除了郑庄公在朝中职务。郑庄公也不甘示弱，立即打击报复，率军队呢把这个郑国呀跟周朝的边界这的麦子什么稻子全给收割了。所以从那以后呢，周郑事实上虽然说是上级下级，但其实也是两个国家，周郑交恶。那么周郑交恶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利益跟权力再分配问题，这个根本问题呢没有得到解决，你互换人质只能是表面上结盟，换来展示和平。所以历史上第一次质子外交、人质外交就以这种方式呢宣告失败了。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，是国家强大了，周边的附属国呢为了表示忠心，就要进行质子外交，把自己的王子啊派到你这国家当人质。然后这个王朝呢也通过这种手段达到掌控边疆的目的。你看在汉武帝时期，被汉帝国第一个降服的西域里边第一个就是楼兰王国。这个楼兰王国呢就在今天呢新疆的若羌地区，号称红枣之乡，好旅游的朋友应该知道这地方。那个时候呢，楼兰王国是西域啊最靠东边的国家，跟汉帝国的敦煌郡的接壤，而且它处在交通要道。汉朝使节不管到西域的哪个国家，就丝绸之路那些国家，都要经过楼兰王国。而这个楼兰王国呢，当时已经臣服于匈奴了。咱们知道当年呢，张骞出使西域，一开始就是为了联合大右支这国家夹击匈奴，所以匈奴也不傻，你从这儿你联合西域国家非走楼兰呢，他就给楼兰王国施加压力，就是凡是汉国的使臣从这儿路过的，你第一时间要告诉我，然后咱们两个国家成立联合巡逻队，碰上汉朝使节就截杀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想要贯通西域啊，楼兰王国就成了必须拿下的国家。这样呢，在公元前108年呢，汉武帝呢派大将赵破奴率领700骑兵攻打楼兰王国，把楼兰的国王给杀死了。从那以后呢，楼兰王国开始臣服于汉朝，开始纳贡。这个事儿呢，很快让匈奴知道了。匈奴说怎么的，就我一不看着你，你就归降汉朝。他也对楼兰国发起进攻。为了平息战争呢，新继位的楼兰王啊，国力太小啊，不得已啊，他就把自己一个儿子送到匈奴当人质，把另一个儿子送到汉朝当人质，表示我是永久中立，你们谁我也得罪不起，都是我爸爸。所以10多年以后呢，楼兰的国王去世了，这楼兰国人就到汉朝说你这个是我们大王子，请他回国继承王位吧。可是这个时候啊，在汉帝国待了10多年的楼兰王子，因为触犯了汉朝法律，被处以宫刑了，就跟司马迁一个下场，被阉割了，怎么还回去当国王？但是这个事儿呢，汉朝也不能直接跟楼兰使臣说，就对他们直接答复什么呢？说是天子爱之，不能遣啊，其更立其次当立者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的天子汉武帝很喜欢你们王子，就不回去了，你们就立别人当国王吧。这理由不能说服人，但你也没招，弱国无外交啊。所以楼兰国呢，只好改立其他王子。等新王继位之后呢，汉朝又命令楼兰王，你再把你新王的王子给我送过来一个，接着当人质。这新楼兰国王呢，只好照做，把二儿子呀叫魏图齐送到长安，把大儿子呢安归送到匈奴。那么这位新国王在位没多久也死了，匈奴得知消息呢，立刻把这个大王子安归送回楼兰，成了新的楼兰王。汉武帝知道这事很愤怒，说你即使有新国王，也应该是在我们这待着人质，应该是他二儿子魏图齐，所以就命令楼兰王安归入朝，说有赏赐给他。一开始这安归挺高兴啊，这个汉朝赏赐我去吧，见见这花花世界。但是这个时候，安归的妻子，这妻子是谁呢？他老婆其实是他继母，就他爸爸死了之后啊，他把他爸爸老婆给娶过来了。这种事儿呢，在那个时候很常见。
咱们大伙儿都知道王昭君吧？王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，其实不光嫁给这个单于，这个单于死了，她又嫁给他儿子，伺候爷俩。因为他也不是他这儿子真正的这个母亲，是继母嘛，所以那时候这种事很多。他这个继母见多识广，他就说呀，楼兰已经送了2位质子去汉朝了，都没回来，你可千万不能去。安圭一想也对，就称自己刚继位不久，国内混乱，等过1、2年我再到大汉朝觐见吧。那么这个国王安圭呢，是匈奴扶植当王的，他跟匈奴更亲近，于是在匈奴指使下呢，又开始劫杀汉朝使臣。这个时候呢，汉武帝没了，已经是汉昭帝时期了。辅政大臣霍光，就那个跋扈将军，就命令人呢刺杀了楼兰王安圭，并把在汉朝的这个质子魏屠齐送回楼兰，立为国王，而且呢赐给他一名汉朝宫女作为王后，把楼兰这个国家的国号都改了，改称为鄯善，并且以保护魏屠齐为名呢，在鄯善地区驻兵。这是汉朝在西域设置官吏的开始。从此呢，也就占据了讨伐匈奴和西域诸国的一个主动权。所以这是汉代时候，你想楼兰弱国无外交，他用这种质子外交是什么用都不定。那么等到了盛唐时期呢，质子情况又不同了就周边国家对唐朝都持一种亲睦友好、恭敬臣服的态度，就派质子到唐朝，一是作为臣服，第二个是过来学习留学，就相当于留学生。所以咱们看陈凯歌导演导那《妖猫传》里边，那么日本有和尚空海，他也是王子，他就是到大唐朝来学习来了。所以那时候到大唐来留学它是一种时尚。所以在众多留学的质子当中，最有名气的也最有成就的，得属当时就朝鲜半岛新罗国的2王子，叫金银问。唐高宗李治的时候呢，23岁的金银问呢第一次来到大唐，当时周边国家送来的质子呢，都会送到宫中呢当宿卫官。就宫中侍卫，就不仅受到这个抚养和教育，而且还有职位。在当宿卫官的时候呢，金银问就得到唐高宗李治的信任和赏识，还给授予他一个官左领军卫将军，这官职都不低。后来呢，朝鲜半岛的新罗国呢，经常遭到邻国百济跟高句丽的侵扰，所以当时的新罗国王呢，就写信给儿子金银问，说老二希望你能说动大唐，出兵帮咱们平息这些战乱。那么经过金银问的斡旋呢，他很有人缘，这个提议得到唐高宗的应允。但是唐高宗也不大放心，因为山高路远，百济的地形也不熟悉，这仗怎么打呢？这金银问是真聪明，他的记忆力超强，他就把当地的地势地貌凭着记忆想起来，然后画成地图，详细的讲述给唐高宗下边的将领听，说派多少人去打，怎么打，战略战术，金银问早就心里有数。所以唐高宗很放心，就派了兵力呢，联合新罗国的兵力一同攻打百济，最终灭了百济。后来呢，又打败了高句丽。战争结束之后呢，金银问呢从部队出来，又回到长安，就成为新罗和唐朝之间的协调人。那么其实这时候金银问呢，他其实就是个外交官，他不是啥质子了，而且他也深深的爱上大唐了。但几年之后呢，问题来了，这2个国家联合灭了百济跟高句丽之后唐朝就在高句丽设置了都护府。等到金银问的父亲过世之后呢，他哥哥金发敏继承王位。这个年轻的新罗王野心勃勃，他不甘心臣服于大唐，所以他对百济跟高句丽唐朝控制那些地盘他垂涎三尺，觉得朝鲜半岛都应该是他的。于是他开始秘密联合在百济高句丽地区那些反对大唐的那些部队，准备联合攻打大唐在高句丽的都护府。这个事儿唐高宗眼里不如沙子，你们胆儿也太大了，所以他一面下令率军征伐，一面呢封在长安的金银问为新的新罗王，你就是新罗王，把你哥哥废了，并且命令他立刻回国带部队平叛。可是这金银问呢，刚走到一半的路程，还没等回去呢，那边呢当地的驻守的唐朝军队3战3捷，把这金发敏给吓得他也知道天高地厚了，赶紧的派使臣呢到大唐朝请罪。唐高宗一看呢，审时度势，就赦免了他的罪行，恢复他的王位，然后让走到一半金银问说你回来吧。其实呢，看起来好像金银问失去了做新罗国王的机会，但是呢，他自己本人说实在已经不大想再回到新罗了，因为毕竟跟着大唐比新罗太落后了。这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很多人呢，比方说在地方，可能你职位也不低，调到北京之后一开始不适应，但待了几年之后
首都的文化呀和这个各方面的生活水平啊都比地方高，就再让你回去给你升官，你可能都不愿意回去了。所以当时的金人问呢，其实就是处在这样一种地位。何况呢，他已经摆脱了质子的地位，得到唐朝和新罗两边的信任，已经成为双方啊互通友好示好的这么一个外交官了。所以您这么看呢，甭管什么情况下的质子外交，其实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双方外交的问题。要想彻底解决这种外交问题啊，包括藩镇问题，最终还要依赖于你这个国家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各个方面实力的不断加强。只有你的实力不断增强了，那么在外交上你才能占据主动，否则你就是国王自己跑过去给人当人质，恐怕也不解决问题。